嗨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回到了我的频道，我是 CJ。今天的影片主题是美财长一句话，比特币崩跌550亿美元。大家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，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内容。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则新闻，也就是搜寻热度。Google Trends 是可以知道目前的热度，除了比特币、以太币，还有就是山寨币。而山寨币，大家现阶段应该很期待山寨币的来临吧？而在这阵子，Google Trends 的搜寻山寨币的热度已经是7年以来的新高，但是大家还别高兴得太早，因为目前搜寻排名前4名的国家都是非洲，而且目前山寨币指标是位于41%，也就是说还不到山寨币的阶段。需要山寨币的阶段，就要有75只的山寨币优于比特币，所以目前还在41%的一个位置，大家还需要再等等。OK，再来看到下一则新闻，过往周期不同，我们就直接看入到这张图表。那大家看到这张图，也就是长期持有者的指标。长期持有者的定义呢，6个月至2年之间。而在突破历史高点呢，也可以很清楚看到，11.8万美元的时候，卖出的数量呢是低于了2万颗，很明显的低于过往的4万至7万之间。所以说，目前大家所持有的比特币呢，都不是以短期获利的方式，而是长期持币。接下来再看到下一则新闻，也就是关税计划。川普将预计再次开奖，而这一次所开的奖，也就是钢铁跟半导体晶片。这一次开奖的时间呢，预计是在下周，最晚会是在下下周。大家一定好奇说，为什么还会有半导体关税？因为这次公布也是因为在上一次半导体关税的这期间，如果还未与美国谈成协议的话，将会提高关税。也就是说，上一次是100%，这一次有可能将会变成200%。而另外呢，在钢铁的部分，今年呢已经调整过了第二次，第二次的部分也就是在5月的时候，从25%调整到了50%，而这一次呢，我们以此类推的话呢，将会是来到了75%。所以呢，这部分最终的一个答案呢，也就要等美国总统川普的一个公布。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，也就是今天的重头戏。蒸发550亿美元，大家觉得550亿美元好赚吗？不好赚吧。但是就在短短的40分钟呢，就蒸发了550亿美元。而这是谁造成的呢？没有错，也就是画面中所看到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。贝森特呢，就在8月14号的时候语出惊人，竟然说了一句话，也就是美国不会将比特币列为储备资产。Oh my God！那就是这一句话，就造成了盘面呢瞬间崩跌，比特币就有如做了大怒神一样。而除了讲这句话，他还在提到另外一句话，也就是美国会将目前所没收的19000多颗的比特币呢持有，不会将它卖出。但是这一句话也无法造成什么任何的一个平反，而就在过了7个小时的时间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又在推特上面发文了。哇哦，他这次发了文，以他前7小时的一个说辞又更不同了。他是说，目前美国财政部有在策划要将比特币呢列入战略储备资产，而且它所列入的方式呢是不会造成美国的一个负担，也就是呢，他们要以不花钱的方式呢来购买到更多的比特币，而这也就会让人不禁联想，
是不是他在这7小时的时间呢，被美国总统川普呢给臭骂了一顿？这是我个人的猜测，但是在今年5月比特币大会上，美国议员加密美国议员但是就在今年，但是其实在今年5月比特币大会上，美国有一位议员，他是对加密货币非常友好的一个议员，他就提出呢要有一个比特币的法案。这位议员呢，也就是 Loomis，他也就希望说呢，比特币呢会在未来呢，也就会经过国会的同意呢，经由国会的同意，并且呢每月呢按照目标呢去购买比特币，预计呢在5年后呢，比特币的累计量达到了100万颗的数量。而除了这个以外呢，在今年的3月呢，美国总统川普也在签署了比特币战略储备。而这项计划呢，签署完的过了已经5个月的时间呢，还未有任何动作，所以这也就造成呢，目前呢，加密货币的盘面呢是非常的低迷，因为大家都认为呢，美国呢是一个只光说不练的一个国家。所以呢，大家对美国呢是有一点失望。而目前呢，除了呢只有美国在战略储备吗？不，就连大家所熟知的萨尔瓦多，还有呢就是巴基斯坦，以及呢现在在默默的筹备的捷克。而这几个国家呢，如果这几个国家持续的储备更多的比特币，也就预示着呢，美国总统川普所要将美国缔造成为比特币的王国呢，也将会破灭，并且呢被他们几个国家给取代。所以说，大家觉得，在美国总统川普就任期间，比特币战略储备是否会成真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喜欢我以及不喜欢我的观众，一定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天的重要资讯。那我们明天见，拜。